是压力大。没有，我现在是这样子。各位主安姐妹，上一次上课我发现说，下午的课好像有点枯燥，所以我今天自己就选了几个礼物，然后每一堂课来问你一个问题，送给你。最后一堂课是之前那个才是这样东西给的，我觉得那一个就是那个一卡通的那个触控手环，看吸引你们，然后你的最小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课程大纲呢，主要的是讲这5点，然后就是第一个是我们营业税的基本概念，因为为什么他这一个课给我的范围是说是新进人员，但是今天看起来还比较像新进人员，上个礼拜那个看起来都已经是已经很有经验的，看我讲的倍感压力然后第二个就是讲那个课税主体跟范围，那3就是零税率跟免税。那其实零税率算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其实3个小时是不可能，3个小时是不可能讲完，何况是我们这堂课里面又包含了其他基本的概念，所以我只会把那个比较基本概念或者是很容易出错的一些问题拿出来跟各位分享。那第4个计征程序的话，就大概讲一下那个发票的开立。那个公用事业，现在其实公用事业这一块越来越重要了。然后我们局里面最近开的课场场都爆满，然后打电话进来，所以我先跟各位预告，就是大概8月25号跟9月12号这2场是财税资料中心派人来讲的。那各位可以先听听看，其实公用事业我讲这么久，从101年接电子发票到现在，其实很难说你一下子就懂，而且我觉得要用什么方式让大家听得更清楚，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我这一次的课程里面那个图示，我觉得我自己讲那么久之后，觉得好像这样子的讲法，别人听大概比较容易懂的。所以公用事业这一块，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时候，的概念是说，各位尽量去听久了，其实你就会有那个想法出来，不然其实很容易误解了那个公用事业，那个不是公用事业，电子发票那一块。那我们那营业税的基本概念呢，第一个就是营业税的开宗明义第1条就是在中华民国境内销售货物或劳务或进口货物，均依法课征加值税跟非加值税。那可见它就是加值税跟非加值税，我们的种类就是加值税跟非加值税的两大种。然后，那什么是加值税呢？加值税其实是就那个进销的就是差额，就是我们在产制过程中加值的部分来课税。那跳出去的。还好多科的人在这里，不然那个后面不太会操作。
那我们营业税是采那个税额相减法，也就是我用扣抵的方式。那当我们的销项税额大于进项税额的时候，各位就要去缴那个营业税。那当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这个预付税额，它规定在营业税法第15条，它会讲到说预付税额，但是你真正在退税的是这个区块呢，牵扯到营业税法39条的预付税额退税的问题，也就是像各位在申请固定资产退税或者是零税率退税，就是在讲，其实是先要有预付税额之后，我们才会讲到39条的问题。那加值税是消费税还是销售税？那其实大法官以前，其实你看学者啦，学者如果国外的学者，其实他都会针对说，他到底是消费税跟销售税，其实一直在争议。那我们的大法官4至397跟688都里面都有写到，说是他认为消费税是消费者才有负担能力的，所以它是个消费税。假设它是个销售税的话，其实就会面临一个挑战，就是重复课税。因为我在营所税那边课过一次，那我消费者，如果这一个营业税又是销售税的话，那他会认为是重复课税的问题，所以他认为说实际上负担税负的人是消费者，所以它才是这个消费税的概念。那我们为什么会？所以实际上负担营业税的人是谁？是消费者。这个是基于量能课税原则。好，那纳税义务为什么会变成是卖方的营业人呢？它是基于激增经济，就是说，假设我向普罗大众的所有的消费者来课税，其实是很困难的。我之前看过黄国昌立委他在咨询那一个跨境交易的时候，他就说，其实他看到了外国文献。逆向课税就是我今天去向消费者来课税是不经济的，而且也可以宣告失败的。所以其实就是说，纵使跨境交易，我们也在研讨说到底要怎么来课税，因为你叫买方，就是我们国内的买受人去缴税，那是几乎是不太可能的。那而且我要花很多竞争能力，然后去科的费用又。就是那竞争成本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是说税法里面那个竞争经济原则是一个就是它跟那个税法律原则还有量能课税原则，这个是3大原则，就是说它有点类似我民法里面的契约自由那一个很大方向的一个原则。好，那这个原则下就是说，假设我今天通路跟消费者会收取5%的营业税，那消费通路呢跟制造商来买的时候，他也会去缴了5%的营业税，所以我们才会就那个差额来营业才会就差额来缴纳。那这个以上是那个加值型营业税的一些概念。那在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各位如果要精进自己的税法的功力，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下大法官的释宪案。其实现在很多有名的学者，其实他不太会再出书。那我以前的老师就是说，你要看就要看大法官的释宪案，因为大法官其实他们都是法律上的佼佼者，所以他写的，他大概就是写在他的协同意见书跟不同意见书。那可能大家看的话，都会去看那个理由跟解释文，但是我们那个老师就跟我们讲说，你就是要去看那个不同意见书，你一定要看到不同意见书，你才会发现，法律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其实他的逻辑有时候是，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想法？那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说，像我们念会计，我本身也是念会计，我刚开始去读那个法律的时候，其实我将近受不了，因为他们没有标准答案。我在下面听老师讲说，讲到D的时候，他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给我。那我慢慢的在学到说，其实法律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你看你用什么方法去说服法官？所以假设你们跟我们国税局在打诉讼案件，你怎么去说服法官，让法官的心证能够支持你，那你就赢了。没有标准答案的啦，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逻辑就很重要，所以各位可以多看那个大法官的事件案。有时候我相信你们就是看的时候会很吃力，我刚开始看的时候也很吃力，因为有时候他在写什么原则，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听久了，我觉得也会有进步。我最近又看到一个也不错的网站，就是台大它有一个数位网站，然后针对像最近我看到许宗力老师，他也是大法官，他有写一个宪法的那个权利那一块，或者是像营业税营业税牵扯最多的是民法我看上边也有看到一个老师我 po 上去，各位可以去看听听看，多听听第一次听不懂的听第二次，慢慢来。这个是刚才讲了一堆废话，再接下来。那非加值型营业税其实就是毛额型课税。非加值型营业税，我们营业税法里面看在哪里？就是自当二节的营业，它就是非加值型的营业，就是像金融业、小规模营业那些都是算是非加值型的营业税。所以它没有进销那个扣抵的概念哦。那我们从这边看加值税加值型营业税就是它原来的这一个制造商跟批发商缴的这5%，15%的营业税。然后它这边是批发商、零售商这边差额又有15块，所以这个的15块是这一个，然后15块是差额，20块差额，所以它最后缴50块。假设我中间都没有我中间没有这些批发商跟零售商，这个消费者直接跟制造商嘛，他也是卖他1000块的话，其实就是缴50块的税。所以营业税有一个租税中立原则的概念，就是说，其实我的课税方式并不会影响到营业人或者是消费者的行为，因为我其实只要最终可以我的最终的销售额是相同的，其实缴的税负就一样。那非加值型营业税呢，它就会一直累积上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这个15块、30块是已经又把那个前面的300块又加进来，所以会有税上加税。所以营业税它在74年当一个大改革的时候，就是从非加值型营业税改成加值型营业税。那我们的课税范围呢，其实又再重申第1条，就会有在中华民国境内销售货物或劳务，然后以及进口货物。那境内的销售货物呢，就是我营业税法第3条，就是移转所有权取得代价。这个其实就会紧扣着那个民法契约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要有取得所有权的时候，这个是有移转货物的时候，我会取得所有权，然后我会移转所有权取得代价。但是他那个执行劳务的部分，就像律师、会计师或者我们受雇的员工，我们也是给劳务我们也是提供劳务为什么不用课税？他就在第3条的但书里面跟你讲说，它不包括在内。所以我们直接那一个就不会课征营业税。那第4条就是说，什么叫做境内销售货物或劳务？就是我移转，我货物如果需要移转的，就像动产，它是需要移转，所以我就会在那个起运地就是运出来的那一个地方会是在境内。那不需要移运的话，所在地在境内；不需要移运，就像房子不需要移运，所以你只要看房子所在地在中华民国境内的部分，那它像我们卖建屋的那一块也要课营业税。那第3个就是境内销售劳务的部分。销售劳务呢，我们营业税法第3条讲说，提供劳务货物或供给他人使用收益，就是取得收益的部分。那其实像我们的税法是没有讲到权利那一块。那像德国他就会明确规定权利是又不要单独一项我们没有把权利放进来，我们会归在哪边呢？结果一般就是无形的都把它归到劳务去所以像那个权利它就会归在销售劳务里面。
那我们销售劳务怎么认定是在境内销售劳务呢？就是劳务的提供地或使用地在中华民国境内。那国际运输事业的话，就是载运客货出境的部分。那请问各位，入境呢？入境算是进口劳务吗？其实入境的部分哦，它还是这里拿来当有奖征答好了。入境它算什么？我的题目还不错呢，你要20-30块。给各位一堂课一个，好，这一个它是写什么？这就是人生，那个交代，有没有人要回答？答对答错都可以。啊，都没有人要回答吗？你呢？入境，载运客货入境，猜猜看。从国外载运客货入境，都没人有答案吗？先想说它是科税范围，对，它不是科税范围，对啊，因为它，对，为什么？它起运地在国外啊，所以它载运客货入境那一块，它不是营业税的科税范围哦，没关系，等一下我们还有2题，它就是已经不是营业税的，就是已经不是第1条里面的课税范围了。那视为销售这个部分呢，其实实务上也蛮常会发生错误，就是说他认为就是我货物如果移转，它比较明确到底怎样的东西视为销售要开发票，有时候都会遗漏了。那营业税法第3条的第1项就是转供自用的部分转供自用或无偿移转给他人使用。那第2个就是余存货物。那余存货物，各位一定要记得，如果你在办结账或废止的时候，一定要看你账上还有没有那个存货啦、固定资产这些都算是余存货物，或者无形资产那一块也会放进来。那你这一个其实都要开发票出去的我曾经有遇过是说他都已经清决算了，都做了，但是他忘了，最后事后那个余存货物卖掉了之后，他那一个营业人还要再去缴那一笔税，因为他当时候并没有把那个税就是定价的时候没有放进去，所以各位那余存货物，因为我们余存货物现在我们都会有电，我们都会剖析，所以那个余存货物到最后都会有出清单出来给那个分局稽征所去查核，所以各位要记得。那第3个是代购货物交付给委托人。那这个代购货物呢，就是说我代购可能跟人家收个佣金嘛，那佣金那一块你要开发票，那剩下的那个代购这个部分也是一个你在交付的时候也是要开一个那个代购品的那个发票按实际的价格来开立发票，然后注明一个代购的字样交付给委托人。那第3个呢，就是委托他人代销。在这边写一个甲，它其实就是委托代销，甲就是委托代销，委托乙，乙呢就是一个销售代销货物的人，那委托代销的人呢，其实他们之间都会签订合约啦，他们会签订合约说，我这一个货物。我请你帮我卖，那价格多少？所以他们会签订合约。那你的视为销售的时候，你会去注明在发票注明说这个是委托代销，然后作为那个
甲开给乙的时候，他会写委托代销，好，然后他会交付给受委托代销。对，委托代销，所以他交付给乙的时候，乙会拿来当进项凭证。那营业第5个呢，乙销售代销货物，那乙呢，他在卖的时候，他会依合约来开立发票，然后注明受托代销。所以他们会依照合约的规定来结账。所以这一个不管委托代销、受托代销，他一定会签合约，然后就合约上的价格，然后来开立发票。这个会常遇到什么？我们最近在查那个网络交易，然后民众就是纳税人，他就会说啊，他帮人家代销啊，或者帮人家代购，其实这个都是要开发票的，不是说你今天帮人家代销代购都不用去处理，你还是有一点类似，你还是营业人，你还是要去开发票哈。假设你是核定为那个使用发票的。那视为销售呢，19条里面它规定说，就是转供自用或者是预存货物的时候按时价。那第3款跟第5款，就刚才那个第3款到第5款的部分，它代购货物的话是以实际的价格，委托或受托代销的话是约定价格。那你看啊，他说前项的第2款就是这一个，双方都会订定合约，书面的合约。好，那这一个视为销售呢，其实劳务也适用。那不视为销售呢，就是信托财产的移转或处分。这个呢，委托人、受托人，其实信托不是都是委托人、受托人，然后再一个，这个是受益人。那他在讲说不视为销售，第一个是这一个委托人跟受托人之间，就是委托人跟受托人之间，我信托契约成立的时候，我委托人是要把他那一个资产，比如讲是他固定资产，他就要转给那个受托人，然后他在那个证明，就是我们的所有权里面证明就会写一个是说他这个是一个信托财产，好。那还有一个变更，就是说他的受托人变更了，就是这个受托人呢，他就从可能本来是甲，然后他就变成乙，是在讲这个。那或者是受托那个信托行为不成立、无效等等，我的这个信托的契约是信托关系是消灭的。那消灭的话，我原来移转到那个受托人的那个财产就要让还回来嘛，那这一块也是视为也不视为也非视为销售的范围啦。哈，那还有营业税法31条，就是这个我不视为销售哈，各位先把它画起来，就是第一个，非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机关、团体、组织，这是第一种的。好，第2个呢，专营免税，专营哦，专营免税货物。那它有哪种情形？它只有在那个第3条里面的第3项第1款，第3项第1款在讲什么？就是转供自用或无偿移转给他人。跟第2款的，就是第2款的情形，就是余存货物的部分哈。那这样子，而且查明呢，这个他本来当时候那个进项没有来申报扣抵的时候，你卖的时候你就不用视为销售，不用再开发票，就是适用视为销售的部分。主体就是1跟2这2个，然后情形就是转供自用跟余存货物。那再一种情形就是第5的进口货物的部分。进口货物的话，它规定在营业税法第5条里面，就是我货物自国外进入境内，那
它进入保税区的保税货物呢，我们先不科，就是说那一个是保税货物，我先不科。那因为它把它就是说它是在但书以外的项目。那保税货物它如果又进来课税区的话，这时候它也会把它当成进口货物。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图啊，如果从国外进来，一下子马上跑到课税区，那就是进口货物。如果是进来的时候，它虽然进来保税区，但是它不是保税货物，它不是保税货物，那它也会去课征营业税。那假设是保税货物的话，一直等到保税货物它进来课税区的时候，我们才会把它当成进口货物。那进口免税的免税的情形呢，有在营业税法第9条。那比较各位这一个帮我这边写税法，其实是关税法，当时候打错。那比较会有问题的话是这一个纯金的金饰或饰金，因为黄金这样看起来，它到底多少你才可以当免税呢？我们是在那个金的量是在99.9，99点，我看一下。99.5，那个经济部公告的是说，我纯黄金那一块是含金量达到99.5。那我们97，就是说进口的货物完税价格在3000块以下的话，它是免征关税跟代征的营业税等等啊。那我们那个进口劳务，其实我们税法上没有用进口劳务这一个概念，这个名词啊，所以它是一个购买国外劳务。购买国外劳务，那购买国外劳务就是我的外国事业机关团体组织在境内没有固定营业场所，那谁要去缴？就像我刚才跟各位分享的是说，那个逆向课税其实是有买受，就是我们假设我去买，我上网去点一个，现在不是那个宝可梦吗？下载下来，那我要缴，如果付了费，那谁要缴营业税？其实是劳务的买受人要去就他给付的金额去缴营业税。那如果我今天是营业人呢，是不是我的营业人是4章1节的营业人，他要申报，但是免缴？为什么免缴？他那个我们但书里面就会讲说，进口的劳务专供应税的话，他可以免缴。各位会想想，他是给他租税优惠吗？为什么我4章1节的营业人？居然可以不用去讲那个购买国外劳务。其实我有看过学者写说这是租税优惠，其实不是哦。这一个其实就像我进来的时候我去缴了营业税，那我是营业人啊。假设我用于19条里面的话，其实我是可以拿进来扣抵。那我一科完之后我就拿出来扣抵，所以这一块其实是有一点类似我避免那个浪费自身人力，就是说我这一个是一进一出，那我干脆不用课，所以它不是租税优惠的概念。其实它是一个基层经济的想法，所以才会有免纳这一个就是进口，然后我可以不用来课。那假设你是兼营业人的话，那你就要报了，你会报在74啊，用比例来缴纳。那如果是用404跟非营业人的话，就是我们要用408缴款书去缴。那实务上就会蛮多接到电话，就是我有关那个4维销售这部分，就是说假设我独资，然后他变更负责人的时候，其实独资变更负责人，独资是以一个负责人的来看待的所以假设我今天独资变更负责人，他那些存货跟固定资产
都要视为销售，然后依法课征营业税啊。所以如果你们会占营所的话，那你就要去申报契约状啊。但是有一种就是独资如果负责人死亡，然后他由他的继承人来继承的话，那我们就认为解释一下说，它就不是营业，非属是营业税法第3条里面的视为销售，好，它就不用再课征营业税。这个是只有在独资的负责人死亡，然后那个继承人来继承的这一块。那合伙组织来变更负责人或者合伙人的时候，变更的存货跟固定资产也不用视为销售。那我们独资合伙它规定一定要，我们的民法规定合伙一定要2个人以上。那假设他合伙为什么他变更负责人或合伙人的时候，我用固定资产不用课征营业税？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用课征营业税？啊？没有想过。合伙组织为什么它变更负责人？不会啊，我上面组织就是我变更，有点类似我变更的时候，那个存货跟固定的，组织就会把它的认为说这家公司这个营业消灭嘛，所以它会去你变更的时候，你的存货跟固定的有点类似我注销之后再成立一家企业，注销了嘛，所以它做新决算，你的存货要开嘛。那合伙的话，各位合伙为什么的固定资产跟存货，它可以不用也视为销售？对，这个行号还是看，就是说独资这两个原因相，就是说合伙的话，就是说我变更一个负责人，合伙这都还存在，我合伙制的我变更一个负责人，或是一个合伙组织，但是我的这个合伙还存在，所以它有点类似跟公司那个法人的概念有一点像，就是说其实它那个组织还存在，所以它的存货跟固定资产就不用再视为销售。那假设这个合伙就这么2个人，然后一个不幸死亡，剩下一个，那这个人呢，他就觉得我要自己独自经营，那请问他要不要他的变更之后存货跟固定资产要不要视为销售？要不要？对呀，因为他那个这个就是说他变成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能再用合伙了，因为他也是不符合合伙的要件，所以他有点类似，他要走新决算，然后存货要开出来，然后假设你独资人，你这一块你愿意再继续做，那你要再重新来办营业登记。你这一般程度好好哦，害我的问题，那可能下次我要带多一点那个奖品那个什么那个礼物过来。那还有一种是说营业人跟那个其他的营业人合并或消灭，其他营业人合并消灭，然后申请注销登记。这一块就是我合并消灭这一个呢，我的存货跟固定资产还有原来的那个材料都要视为销售。就在办理那个注销登记的时候，按实价来开立统一发票。但是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契并法这一个解释令还是34条，但是法令上那一个契并法已经改成39条了，各位就会把它那个改，就也不是改，因为解释令就是这一个34条，但是记得那34条在契并法已经修为39条，所以各位去看的话要看39条的条文，然后它契并法它条文里面就直接规定说，如果我移转货物或劳务给那个存续公司或新设公司的话，它就不是营业税课税范围。那我上一个礼拜就有人问说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因为法令就是这样规定。
这个有点类，它这个就是特别法，它就是规定说它不用缴营业税，没有任何的原因跟理由。然后再来呢，就是那个我们如果转公自用的部分转公自用是转公为本业跟附属业务的固定资产用就是设账免开发票。假设我们转公的部分是要当成样品然后或者是就是那种换发零件，其实这一个都不用免开立统一发票，为什么呢？其实它这些用途，你看它都不会是在它都不是用来那个19条里面的交际或酬劳员工。那我也是，既然我开出去申报了，我是不是又可以拿出来扣？所以它都是设账免开发票。那我同事就说，有一个很认真的学员，他就先看，所以他就打电话进来说，那免开发票那要不要申报？就不用申报，因为它是记录账，它是记在账上，记在你的会计账上我是01申报书里面是没有的那这一个呢，就是这一个是那个调拨货物，那调拨货物呢，再给各位颜色要改一下，就是第一个画起来，这个是专营应税或兼营就是专营或兼营这两个，一个是专营，一个兼营然后转公专营免税或兼营免税，就是所以会有主体就是这样子，专营应税或兼营的，然后他把货物或劳务专供给专营免税或兼营免税的那而且他才分别报缴营业税，就是我不采总缴，才分别报缴的话，那我在调拨货物或劳务的时候，其实就是视为销售，那你就要开立发票。这一个呢，就是营业人呢，他出售那个注册在国外的那个这个专利权跟商标权是在国外，但是他营业人是他卖给国内的营业人所以像我们刚才不是说劳务提供或使用这个是劳务提供跟使用都在境内，所以它是课征营业税，无零税率适用。那科税的主体呢，也就是在营业税法第6条里面，就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组织那这个以盈利为目的，我们怎么认呢？我们实务上比较常认就是你持续性一直在持续的销售这一块，我们会把它当成那个盈利为目的。那非盈利为目的的事业机关团体组织，它有销售货物或劳务的，那我们也会把它当成营业人。那它如果偶尔为之，其实就经常的话，你还是要办登记，就像我们眼科医生他不是有在卖眼镜现在比较常看到在卖眼镜那或者是医美它不是有销售产品，那一块其实它都是有销售货物或然后，那它如果是经常性，那它就是营业的，它就要办营业登记。那就假设它非经常性的话，那非经常性的话，它就要用407条款书缴进那外国事业机关团体组织在中华民国境内有固定营业场所的，那它也是营业的。那有固定营业场所，我们细则里面有经营销售货物的这些但是怎么去认定呢？我们其实是会把它，实务上会把它认定说，假设你有在这个地方去签约或收款，那我会把它认为说你其实是有一个固定营业场所，就像现在的那个Agoda，他就说他不是，他没有固定营业场所。那你觉得你去查的时候发现有你有在台北的某一个地方有在找这边有员工去接洽所以那一个是会有固定营业场所的概念，就是说你有签约有收款。那
像那个仓库啊，仓库我们一般就不会有签约或收款。假设你的仓库没有签约收款，纯粹就是放那个货物的话，那货物进出那一块它就不是固定营业场所的概念，那你就不用办营业登记。那纳税义务人呢，就是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营业人、货物的收货人或持有人，或者是在外国事业在中华民国境内固定营业场所，那劳务的买受人。那假设是外国国际运输事业，那他就要有代理人。其实就会我们会有常遇到那个电话打，就是说他是传代。那其实传代，如果今天是在我们外国国际运输事业哈，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行业法跟民用航空法里面都有规定，那个外国国际运输的飞机啊或船舶，他都要去找一个代理人，在国内一定要找一个代理人才能来做。所以那一个的代理人，他才是他那一国外的外国国际运输事业那个代理，也就是纳税义务人。那还有就是农业用有或渔业用，就是早期就是这一部分比较没争议，但是就会发现有些或渔业用，实际上它并没有作为农业用或渔业用，然后它把它卖给一般营业人或者是民众，那就规定说，你其实是以转让或移转他用之人，或者是货物的持有人。那这个是细则里面比较细部的解释的规定，那我就不再细说。那这一个呢？这个个人以盈利为目的购买房屋或者是法拍屋来销售，所以各位你可以写说购屋嘛，购屋。原则上你们可以写一个，就是说原则上它是免办营业登记，例外才需要办，例外的情形才要办登记，然后缴纳营业税。什么叫例外的情形呢？就是这4个。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就是说只要符合下列的一个条件，你就是要办营业登记。这个原则上是免办营业登记，例外的就是我有这4种情形要办登记。那就是第一个有固定营业场所，就像我在网站看架设一个拍卖的网页哈，或者有营业牌号，那牌号就是我们外面那个招牌啊，有牌号，还有雇用员工来协助处理销售房屋的事宜。那这个有一个第4个就是其他足以构成盈利为目的。所以我们早期就是会谈那个6户以上，就有人打电话6户以上才算吗？其实我们不是那么明，就是说那个只是先产出清册来讲，没有这样的，就是它的概念是怎样？我以盈利为目的，那假设我有六个权状，然后正好在一栋里面。现在有那种一栋里面就分成，然后有的各有权状。那权状之后，他就卖给同一个人，他就卖这么一次。所以我有同仁就来问说，这样算不算是以盈利为目的？那我们局内的想法是认为，虽然是一栋嘛，然后卖给同一个人，那虽然他那个权状是分开的，那其实它也不构成盈利的目的。那假设是我也是6户，然后我每年都卖，然后卖给不同人，那其实就是会有让盈利为目的的适用啊。所以没有那种标准说6户或者几户为是不是营业税的课税范围，就是没有说认为那样子就是盈利为目的。那个人出租这个是在讲出租他的出租建物或承租他人的建物再出租给第三人这一块呢，它就只有这3项。你只要构成这3项其一的部分的话，你就要办营业登记。假设你没有这3项，就是中所税的那个租赁收入
那它并没有这个第4个其他足以构成以建物以盈利为目的，它就是这3个要件成立，其一成立的时候，你就是营业税课税方法，不然你就是要去缴综所得税。那我这个解释，我做这个简报的时候少了一个，就是建屋出售，建屋出售，我给各位解释令，我写在上面104年1月的103，现在103046055，10304605550，它这个是建屋出售，就是我拥有的自用住宅，然后去盖房子，它一直到底要不要缴？那要不要办营业登记？给各位写一下，就是说原则上它是要办营业登记缴营所税。那免办营业登记要课征综所税，就会在这一个解释令上，它有规定，它有规定哪种情形不用办营业登记，那接下来就要讲零税率，但是我看2点，快3点了，所以先休息个10分钟。那等一下就会直接跟各位介绍那个零税率的部分，因为那边有一点复杂，好，那我们休息一下。